川普又在翻臉，對加拿大祭出100%的重稅了。於是加拿大這一次號召中等強國一起來聯合抗美。我們來看到集體導向去美化的國家，除了歐洲國家，還有澳洲等等哦。今天會來一起關心去美化是否全面擴散呢？川普這一次特別又在翻臉，原因就是因為他在不久前在媒體上才跟加拿大的總理說呢，你如果跟中國達成協議，你就該這麼做。看起來是好像支持卡尼的所有決定，但是又突然間對卡尼翻臉了，直接威脅加拿大說我會對你課徵100%的懲罰性關稅，而且是立刻的生效。公開把加國總理卡尼羞辱成卡尼州長哦，他這個還做了這樣子的一個事情。《紐約時報》做了一個分析，說川普為什麼會突然間180度翻臉，就是因為卡尼戳中了川普的這個痛點哦。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面宣告說，美國所主導的戰後秩序已經正式破裂了，中等強國必須要一起團結抗美。好。但是真的嗎？卡尼有辦法抗美嗎？就是因為加拿大的經濟其實呢還是被美國牢牢的給掌握住。現在在加拿大出口占比75%以上，其實都是賣給美國的，只有10%左右是出口到中國跟印太地區的其他國家，而進口商品有一半可以說都是來自於美國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卡尼仍然是堅持持續的加強跟中國大陸的合作。所以呢，我們看到他最近呢跟中國大陸簽署了戰略夥伴關係，跟中國有更多能源的合作，也公開的號召中等強國一起結盟，甚至呼籲說我們要對抗外來的經濟威脅，應該要購買國貨才對。而且我們要看到是川普的這個關稅戰打下去，到底對誰比較傷呢？目前做了一個統計，是96%的關稅成本是消費者美國人自己買單，進口商自己吞下去，只有4%是由外國出口商來做吸收的。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來看到，為什麼川普突然間針對卡尼態度180度大轉彎？是因為卡尼號召所謂的中等強國一起來對抗美國嗎？關稅真的能夠逼加拿大回頭嗎？還是說再次證明關稅只會害美國自己被反噬呢？委員怎麼看？真的是鬧劇一場。怎麼說鬧劇一場啊？我們先看美國的進口貨，我們不要打那個細微的數字。美國進口貨裡面大概15%從中國，15%從加拿大，15%從墨西哥，而且美國要從加拿大進口的東西，從其他國家取得替代品都不太容易。比如木材，你從哪裡運來？對不起，加拿大。比如說石油，對不起，最近的那個美國東北部地區的石油就是要靠加拿大，電力靠加拿大。那你說加拿大有出口很多汽車啊，很多東西到美國，对不起，那通通是美國公司。還沒有一家是加拿大公司。所以製藥的美國公司，做車子的美國公司。做了很多都是美國公司跑加拿大去投資，那因為邊界沒有關稅，直接運回美國，而加拿大沒有工會，所以比較沒有紛紛擾擾，而且很多東西比較便宜，所以這個是美國公司跑加拿大去投資設廠設公司，最後回來美國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那你川普對加拿大課關稅，你到底是課到加拿大，還課到自己的美國公司，還是課到自己的美國的消費者跟購買者？當然是課到美國自己吧。這個卡尼怎麼會在乎了？卡尼是經濟學家出身的，他怎麼會不懂這個呢？卡尼的學歷大概所有的各國領導人裡面學歷最好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學士，牛津大學經濟學碩士，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對啊，而且擔任過這麼多的重要的經濟學的重要位置，全世界大概自古到今沒有第二個了。那他懂不懂？你課吧，你課啊，不會課到加拿大有限嘛，对賭。那所以川普這個叫蒙個頭胡搞。那再來第二個，卡尼走向中國是絕對正確的選擇，因為他現在進口貨裡面中國只占9%，但是他出口去到中國只占中國的1.8%，1.8%要加倍，容不容易？很容易啊。所以卡尼現在想一想說，那好了，我的石油產地在愛達省，隔壁是這所謂英属哥倫比亞省，我就拉個油管就到那個太平洋岸邊了嘛，就直接由中國來載走，天然氣也可以，然後這個石油也可以，所以而且中国要答應跟他買，所以這樣子它的石油產業就不要完全靠美國了，可以賣給中國。那第一個解套，第二個農產品，
那中國那個市場，你多少給他維納都被吸光了，所以他很快可以從目前的占中國進口1.8%，要升到9%，有什麼難的？可是問題到中國的9%，到美國大概都降一半了，剩下你美國公司自己生產了，那你愛克吧？情便啊，他無所謂。所以卡尼是有這樣一個算盤的，但是川普是，我覺得他這個人哦，很小心眼哦，就是說他去演講哦，底下都噓聲，然後卡尼演講啊，底下一直鼓掌，他面子過不去啊。所以他不是真的，因為說你跟中國達成什麼協議，絕對不是。他這個人就覺得到任何場合，我就是要聚光燈的焦點啊！我要全場裡面最受歡迎的人，就發現他不是。去 Davos Forum 竟然說被大家噓，而且卡尼這樣光芒萬丈，所以他這個東施在氣西施太美麗啊，這個沒辦法哈。那你說要羞辱卡尼是州長，卡尼根本不會甩他。卡尼說。講得很白，他回去又對那個他的自由黨的群眾演講，他就說他要跟美國坐下來好好談，但是這個談判是在2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哇，現場熱烈，因為加拿大覺得他挺得過去，那加拿大挺得過去，但是卡尼說要跟中等強國合作起來抗美國，那是天方夜譚。什麼叫中等強國？念給大家聽，德國會嗎？日本、印度、英國、法國、意大利、巴西，還有誰啊？還有這個韓國、墨西哥、澳洲，找不到人會抗美啊！所以我是覺得哈，有人說哈，歐洲覺醒了，我說是啊，歐洲覺醒了，但是哈，精神覺醒哈，肉體癱瘓，這個沒有用的。好，同樣一個問題也請教楊老師怎麼看？沒有錯啊，加拿大出口的商品70%到75%是賣到美國去。加拿大對美國的投資，其實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的境外投資的 No.1， 然後呢，賣到中國大陸大概7%到10%吧，哈。可是呢，正如剛才蔡委員很正確的點出來啊，加拿大賣什麼東西到美國？賣石油、天然氣、木材、汽車零件，還有礦產、黃金、白銀、銅礦。那有一些是加拿大的公司，有一些是加拿大美國的這個合資，有一些根本就是美國的企業。那因此我們在美國的時候，你都不感覺說，加拿大的存在，因為加拿大真的是美国最近的小弟，甚至真的某種程度心理上都變成是美國的一部分。因此在整個過程當中，加拿大人會覺得川普對加拿大的態度是最不應該的。因為從頭到尾，我們比英國比你還要更貼近你，跟你在經濟上、安全上以及價值觀上、外交政策上這麼的一致，結果呢，現在你來對我們這樣子的侮辱，我覺得卡尼上來就是表現出他理清楚了這些是美國需要加拿大，就跟美國需要台積電的先進製程的產品一樣，加拿大是有籌碼的。那他就看到了中國大陸在去年1整年的關稅戰的反制的作為，讓美國乖乖的。為什麼？因為稀土跟關稅的反制讓美國沒有辦法。可是加拿大發現到，其實它也有這種類似的效果啊。到後來傷害的是美國。那當然，卡尼這一次表現出來的很特別的就是他點出2個點哈。那一個是成功的點出，一個是我畫一個大的問號，一個就是他成功的點出這個世界秩序格局已經改變了。對，也就是中美之間的這種2強激突體制。而中等國家，他點出來必須團結。但必須團結並不代表能夠團結。能不能有第2點，我會很質疑的。卡尼所謂呼籲的，我把它叫新西方。也就是美國之外的其他的這些歐洲或者是西方國家，包含日本、韓國，能不能團結？能不能真正有新西方？我上一節講得很清楚啊，你在軍事安全層面根本不可能。你一切回到一個多極格局當中，你安全才是核心。當你不可能的時候，你新西方也只不過流於話語，流於外交，流於在貿易政策的鋪陳上面的一種說法而已。但沒有問題，這還 OK。可是呢，它真正到最後，
還會有一個關鍵，就是那新西方的領導人是誰呢？加拿大。我覺得加拿大在這個時候，卡尼可能在言辭上激勵大家，讓很多人加拿大從來沒有這麼的驕傲過。面對美國的時候，棒球、冰上曲棍球，東東都是美國的聯盟，哪有一天突然發現到我加拿大是一個這麼有值得驕傲的主權獨立國家？但是呢，是不是會僅止於此？他不可能成為新西方的領導人的。因此，新西方最後能不能真的出現？以及能不能夠去有不同的政策，這個大概都會接下來地緣政治的很有趣味的劇碼。好，新西方這個概念出現，那這個卡尼他號召中等國家必須要站出來，在安全上、在經濟上或許可以啦，因為歐盟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加速跟中國大陸、跟印度啊、南方共同市場簽自貿協定，但是在安全上或許還是得要靠美國。去美化潮流有沒有可能真的成型？呂艦長怎麼看？我們來看啊，有關於這一個卡尼的這個演講啊，其實呢，真正的觸動了人心。什麼樣的人心呢？就是川普無底線的對全世界霸凌，那也就是全世界現在掀起的，也就是去美國化的一個全球現象啊。那其實如果我們注意卡尼的演講，他在前面1/3講的是法語，所以他其實還有一部分訴求的是法國，然後他法語講了1/3之後，後面全部講英語。重點在哪裡？重點他在講說，其實他今天談論的是世界秩序的斷裂。這個斷裂提的是什麼？也就是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然後之前這個大國就是美國，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褪色，強者什麼都想做，那弱者呢？那實際上來講，只能逆來順受。然後他進一步的告訴大家，如果中等強國沒有团結在一起的話，那就是不在餐桌上，就會在菜单上面。這個其實也就是一記的警鐘啊。那這一個部分呢，那其實它另外我們看到，太平洋的另外一岸，也就是澳洲的總理艾班尼斯，他也完全的贊同卡尼的這一個講法。那其實艾班尼斯這個人，我們大家觀察這麼久，他是比較內斂的，也就是他對於美國的種種措施，他通常都是要不保持嚴肅，要不然呢就是淡淡的微笑，他從來不說什麼。那但是呢，我們看到美國的這個財政部長可不是這樣啊，他怎麼懟這個卡尼的？他說：“前幾個月我們不是才一起對中國大陸加稅嗎？這會兒你怎麼變得跟中國在一起了？可是跟中國在一起的還真的不是只有才剛剛造訪過中國大陸的卡尼啊。那接下來英國的總理首相也要前往中國大陸。那接下來之前還有對於中國各種批評的。”德國的總理Merz，他也要去，而且他已經先說了，中國憑借着戰略遠見，以躋身大國之列，這個也就是再一次強調 G2 已經成型，那中等國家必須要結合在一起。好，謝謝呂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